因为之前的工作关系，我不想要有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因为很累了。毕竟我想一下这个行业，他对着神像嘛，至少他不会反驳我对，就是他不会给我意见还是什么，只有我跟他讲话，这样子可以对着一个聆听者，一边做一边讲话。接触了这个行业，我会觉得我自己本身真的是改变了很多。虽然我们是在修复一尊神像，但是同时你也是在修复自己。我接触这行没有很久了，其实就是从去年的2月份，我开始认识到我的师傅啦，毛哥，但是我们是没有拜师这样子啦，就接触这行了，应该有1年多了，到今天。第一天接触我拿工具的时候，就是做修补的东西咯，就是有裂缝啊，讲放那个彩粉啊，拨出它的形状出来，然后再来雕啊，这样子。主要的技巧其实要学会拿工具。我们雕刻刀它有2面嘛，就是一个有弧度的跟一个是平面的。如果是用弧度的话，我们铲上去，它的那个木是不会掉下去的，是雕上来的。如果是拿平面的话，这样子铲上去，它是像木内这样子的意思。其实出工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来的，因为出工如果你没有去打磨它、打滑它，它会有波浪。有波浪过后，你去喷漆啊、做釉工的时候，它还是会看到那个层次，它的效果是不完美的。再来就是拿笔，因为拿笔也是很考验本身自己的呼吸的程度。如果你没有调你的呼吸的状态的话，可能下笔的时候会歪来歪去啊，会手震啊这样子。往往那个第一笔的感觉，那个你一下到的话，我的自我感觉啦，我的角度的话会很爽。你突然间会有那个灵感，你一下去的时候，你会觉得对哦，接下来你就顺做的话，整体看起来你会很欣赏，你会很愉快的这样子感觉。我第一尊神像就从我亲手从0到100啦，就是修补啊，然后打滑啊、打磨啊，过后再喷漆、安金、彩绘、上色这样子，是关公哦。然后也是师傅他给我的啦，因为他在观察我一段时间过后，他说你喜欢什么神？对，然后我当时也没有特别的喜欢神像还是什么，我就随便说关公哦，关公嘛。连他就从他家里拿一尊12寸的，就是老体态的关公啦。拿来练手，做起步第一尊神像，就算做到好还是不好，你都要放在那边，你不要去再加工了。接下来一路你走到今天，好像说我做到现在，再看回去这尊的时候，你会觉得以前你的工艺是怎样的，然后你要永远记得咯，就是不要做这样子的错误啊，不要犯这样子的错误啊，这样子的东西咯。被骂是没有啦，就有说到咯，就讲一下咯，东西要做好来啊，这样子的东西啊，因为毕竟我们帮人家修复神像，这个顾客如果能接受，他是拜一世人的，所以我们也要站在顾客的角度去想，要做好它，做完美就是啦。毕竟这个信仰的东西，我们也视为是一个比较谨慎的东西啦，要敬畏的东西。在神像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它有那损坏度嘛，可能你要去观察咯，这是重要的。比如说我跟师傅毛哥出去那个闽都路，它是一个大伯公庙。OK， 他的庙的情况那时候很严重，因为中白蚁嘛，他神像也是给白蚁咬到，整个就是里面已经空心了。对，因为他那3尊都是木嘛，那个大伯公已经是空心了，只是剩外皮的树皮这样子罢了。当时的我会吓到啦，就这么大的工程，我要怎样去做，我都不懂，没有头绪。只是毛哥说你不用怕啦，跟着他的脚步这样子慢慢做。
就拿裁粉啊，慢慢去补出来啊，补到一个形状出来，再打磨啊，磨它的弧度，这样子，其实不简单啊。而且我们平时用惯了一个品牌的东西啊，都带不过去那边的嘛，所以会在那边找，所以很随机应变啊，就是船到桥头自然直咯。我们比较喜欢做保留啦，就是修旧如旧的感觉。我通常会跟顾客要求啦，可能你有照片的话，你给我看，因为拜到很久了嘛，嘿嘿啊，如果没有的话也没有关系咯，就可能洗干净了过后再来看一下它原本的颜色是什么，再来调回去咯。第一，我要做回保留的那个状态，做回一模一样，可能接近60%、80%的一个状态。然后至于神韵的话，感觉对就是对了咯，只要是对逻辑性 common sense 的，我们画下去，感觉对就是对了咯。其实我本身我没有这么复杂，没有这么多经济啦，我都会 step by step 去做 ，law by law 去做，就是 common sense 啊，就是逻辑性的东西去处理，没有太多的那些经济还是什么。你所谓没有经济，这样女生可以进这行吗？OK， 在我的角度的话，女生其实我很鼓励的，为什么呢？因为女生往往她的手工会优过男生，毕竟她们通常在自己画 make up 嘛，自己化妆那些，画眼线啊。会比较幼。我画观音娘娘的时候吧，她的那个五官啊、妆容啊，都是要很幼很幼的。如果是给女生来下笔的话，会比我好很多。可能老一辈的会说女生会来经期嘛、晦气嘛这样子嘛，所以我是觉得这个都是正常的现象嘛，对吗？所以 why not 不要去尝试给女生接触一下，可能会比较好。就是可能这是他的一个饭碗了。因为我是过来人嘛，我已经是在这个路上了。给如果有兴趣的人想要加入这行的话，我是觉得你先可以给自己一些时间去了解，不是了解这个行业，是了解你自己，你的生活作息啊，你的心态。因为你是需要知道这个行业，它不是像现代化的行业这么的节奏很快，快很准，然后这么的干脆利落。比如说这个东西有卖5块，你需要你符合，你给钱5块，所以就有那个交易很快的速度。因为这个手艺工，这个生相修复你需要一段时间，可能1个礼拜、1个月。只是在做这一个部分一个细节罢了，那个细节你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才来完成，所以你完成的时间越长，你收到金钱的时候就比较久了，所以你要克服到，也要去想象到这个处境。就算到目前为止，我的心态也是在想着，这个可能不是我的 main job， 因为我还是需要找更好的一个行业。所以我有时候也是会跟我的毛哥去讲解，他说这行就是这样，饿不死，对，饿不死，但是也不能大富大贵，所以这个也是我在调啦，目前在自己调的一个状态中。如果你是比较喜欢做安稳的每个月稳收入或者是每个月都有一个特定的一个收入，你就不适合吧。如果是说你不在意像我的心态已经是放开了，有没有都好我们拉长补短，可能这个行业你不要说有兴趣了，你可以值得去投入的一段旅程，这个工作。OK， 你好像在路边会看到那些树下或者是公园遗址那边会有地主公的牌或者是香炉那些，其实都是他们换过了，但是不知道要从哪里去解决不懂要怎样去丢掉这些东西，所以他们就随地一放这样子。但是我是觉得可以的话，都没有什么大的禁忌。香炉如果真的是不要了，你可以直接丢垃圾桶拿报纸包着啦，毕竟是玻璃嘛，
玻璃嘛，然后可能你没有包好来，那些垃圾人工作人员啊，拿垃圾的时候会割到手还是怎样啊？这些常识都要去注意咯，就包起来呀，包多一点报纸，然后去丢垃圾桶。对对对，而且现在也没有这么，因为比较年轻化嘛，现在的时代。然后我也是有问过师傅，就是毛哥，他也是说，如果可以的话，他是比较支持旧神像，落难神明的神像在那边，他看到如果真的是没有人去处理，他会收回来。对，他会收回来，然后可能他整理弄清洁一下，有缘人啊看到啊，可以免费去就是结缘啊这样子的东西咯。因为毕竟神像现在不便宜嘞，对吗？很不便宜，而且有些老体态的神像现在的市场是看不到了，找不到啊，除非你特定咯。